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跟大家聊中文学习，还有日常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事儿。每期播客的文稿都可以在我的播客网站上免费获取。除了各大播客平台，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观看带字幕的5分钟中文。欢迎大家观看和收听。今天正好是冬奥会的闭幕式，冬奥会一共持续了15天。今年的冬奥会正好和中国的春节假期重合，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冬奥的讨论。像在冬奥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中，中国一直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心态，叫唯金牌论，就是只有拿到金牌才是值得庆祝的，才是成功。如果没有拿到金牌，就被看成是一种失败。这种心态让人联想到高考，10年寒窗苦读，只看最后这一次考试。运动员准备4年甚至更久，只看几十秒到几小时的比赛结果，所有的努力成败在此一举。所以运动员确实承受着极大的压力，而这种压力并不只是来自比赛本身，自己国家的民众也希望运动员为国争光，为国而战，尤其是在有希望夺得奖牌的项目上。当然，这种期待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，比如像加拿大，在冰球和冰壶项目上是强项。加拿大人同样也对这些强项的成绩有着很高的期待。不过，中国的体育体制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长期以来，中国的竞技体育主要是以政府主导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举国体制。很多传统项目，比如体操、乒乓球、跳水，运动员往往是从少年体校开始，一路进入省队、国家队，背后会有比较系统的资源支持，包括训练场地、教练团队、比赛机会，还有各种后勤保障。在这样的体制下，社会也很容易把资源投入和比赛成绩联系在一起，从而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结果导向。不过，这种体制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这些年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。一些项目开始更多的引用市场体制和俱乐部体系，尤其是在冰雪项目上，很多运动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多样的，有的是家庭支持，有的是自己组建团队，有的甚至在国外训练，所以并不能一概而论。很多中国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心态上也有很大的变化，并不那么唯金牌论。他们当然也渴望成功，站在领奖台上为国争光，但是同时他们少了很多老一代运动员的包袱。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展现出更多的对自己所从事的运动的热爱，
充满了挑战自我的勇气。他们并不会因为失败就否定自己，也不会因为痛失金牌而觉得对不起全国人民。在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一个可喜的进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今年的冬奥会呢？对唯金牌论这种心态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发邮件告诉我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欢迎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这个节目可以帮到更多人。如果您愿意给我一点鼓励和支持，描述栏下方也有支持链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